大家好，我是科学家频道主持人。我们的内容来自全球权威的科学家、专业媒体和成功的科技企业，由6度世界的科技简报团队编辑整理完成，让你迅速掌握全球科技进展。欢迎大家收看。随着价格战效应消退，中国4月汽车销量增长 2.1%。路透社。中国乘用车协会数据显示，中国4月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2.1%， 但2021年前4个月销量同比下降 1.4% 至598万辆。虽然4月份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高出 54.5%， 但当 COVID-19 封锁打击生产和销售时，随着降价和激励措施失去影响，增长正在放缓。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环比下降 3.6%， 比亚迪和特斯拉分别占据 37% 和 7.6% 的市场份额。TikTok 的中国兄弟抖音要求创作者清楚地标记 AI 生成的内容。南华早报。中国短视频应用抖音推出了新规则，要求平台上的创作者标记人工智慧 AI 生成的内容。通过标记哪些内容是使用 AI 创建的，其他抖音使用者可以区分虚拟和真实。新办法是根据1月10日生效的《中国互联网资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发布的。该法规适用于深度合成，这是一种基于人工智慧的技术，可用于制作合成内容，如深度伪造，以及其他形式的用于虚拟场景和 3D 重建的生成人工智慧。首尔看到美国延长其晶片制造商的中国出口豁免。彭博社。韩国预计美国将延长对中国进口先进晶圆制造设备的豁免，这意味着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将能够维持在中国的业务。1年的豁免将于2023年10月到期，但韩国贸易部长李昌阳表示，预计将延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圆制造商三星和海力士此前已获得豁免，尽管出口限制限制了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包括晶圆制造设备。人工智慧可以接管教学中涉及的大部分繁重工作。英国独立报。英国教育大臣吉利安·基根 Gillian Keegan 表示，人工智慧 AI 可以通过简化课程计划和评分来彻底改变教学，使教师能够专注于与学生的直接互动。在伦敦举行的教育世界论坛上，他将人工智慧与计算机和谷歌的潜在教育效益进行了比较。然而，学校和学院领导协会表示，政府正在以零碎和乏善可陈的方式处理教育技术。工会秘书长杰夫·巴顿 Jeff Barton 补充说，保留和招聘教师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中国以滥用 ChatGPT 为首例逮捕男子。英国独立报。中国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因为他使用人工智慧 AI 软体制作有关致命火车事故的假新闻。据报道，这名名叫红的男子制作了一篇虚假新闻文章的各种反复运算，然后据称通过该国的社交媒体分享。假新闻表明，实际坠机事件造成9人死亡，实际上事故发生在甘肃省西北部，时间为4月25日。在网络安全人员发现它是假的之前，该项目获得了超过15000次点击，调查导致红被捕。将人工智慧工具引入工作场所需要微妙的平衡。日本时报。据报道，摩根士丹利正在开发一种人工智慧驱动的聊天工具，该工具将允许财富顾问比较公司的投资案例。该工具基于生成人工智慧，该系统可以从其分析的数据中生成音讯、图像和文本，还将有助于完成包括起草备忘录和电子邮件在内的任务。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人工智慧将通过改变所需的技能和改变人员需求来改变工作角色。专家警告说，对技术的投资需要与员工为由此产生的变化做好准备相平衡。出于对准确性、安全性以及与智慧财产权捆绑在一起的担忧，许多公司限制了对公共生成工具的访问。人工智慧因素如何影响好莱坞编剧的打击？半岛电视台。美国电视和电影编剧因人工智慧 AI 被用于创建剧本的问题而罢工。
作家协会的大约11500名成员声称，该行业拒绝在合同中纳入有关人工智慧的规定。罢工始于5月2日，是美国电视和电影编剧15年来的首次罢工。近几个月来，使用人工智慧创建媒体内容的情况一直在增长。Facebook 拥有30亿使用者，但年轻使用者退出平台。半岛电视台 Facebook 有可能淡出背景，因为年轻一代避开了10年前曾经很酷的文化试金石，而这块试金石是日常生活的决定性部分。尽管每月有30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访问 Facebook， 每天有20亿人登录，但 Facebook 在存在20年后可能会失去相关性。年轻一代不再将 Facebook 视为一个地方，它已经被 TikTok 和 Instagram 等较新的平台所取代。这些平台提供的比 Facebook 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对他们来说， Facebook 是一个功利但无聊的平台，就像电子邮件一样。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有远见的人，他拒绝出售 Facebook， 他推动自己的公司经历了移动革命。虽然竞争对手出现然后消失，但 Facebook 仍然具有相关性。在宣布社交发现时代时，担任 Facebook 负责人的汤姆·艾利森 Tom Allison 透露了他通过利用人工智慧的力量向使用者展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看的东西来吸引年轻人的计划。分析师说， Gateway Casino 的勒索软体攻击凸显了对更好的网络安全的需求。加拿大 CBC， 加拿大公司 Gateway Casino 受到勒索软体攻击。据 Incoming.com 称，该事件发生在4月13日周末，迫使该公司关闭其在安大略省的分支机构，并凸显出对内部网络安全和培训进行投资的持续需求。该攻击利用了向组织内部的个人发送网络钓鱼电子邮件的常见方法，以诱使他们下载受感染的档，然后锁定并要求付款，以确保访问或释放。验血可以规定开车所需的最短睡眠时间。英国独立报，科学家声称已经确定了5种血脂，这些血脂表明驾驶员的睡眠不足，这可能会打开在开车前所需的法定最低睡眠时间的前景。根据该团队负责人兼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副教授克雷尔·安德森 Claire Anderson 的说法，使用保存在冷藏袋中的脂质的测试可以在大约5年内提供。安德森说，疲劳是造成一些事故的原因，但与超速和醉酒等因素不同，疲劳没有得到研究。该研究发表在睡眠杂志上。AirwallX 扩展到以色列，寻求网络安全收购。路透社，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 AirwallX 本周将在以色列开设办事处，这是在2023年扩大其在欧洲、非洲和中东业务的第一步。AirwallX 已经为许多以色列企业提供服务，并表示其特拉维夫分公司将利用该国的创业生态系统，其中包括一系列充满活力的网络安全、欺诈检测和威胁预防初创公司。科技简报，科学家的快捷工具。我们即将开放订阅，请推荐给你认识的科学家。